新冠肺炎来势凶猛，虽然现在还没有特效药，但是我们只要把好3道关，或许病毒呢就不敢靠近你。第一个，增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免疫力呢各不相同，对于免疫力低的人，要做的就是要提高自身免疫力，加强锻炼，保证良好作息，这样才能更好的抵抗病毒。第二个，清洁消毒。那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的地方，都要每天消毒，记得勤洗手，这样呢病毒也会远离你。第三个，自我行动。大家要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呢是可以人传人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出门戴口罩，多开窗通风，少聚集，这样也可以减少被传染的几率。上面这3件事，如果你都能做好的话，那么也能更好的预防新冠肺炎了。我们一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欢迎收看本期内容。男性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主要和2点有关。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第二种是受饮食影响。那通常来说，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但是相反，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还有，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如果胡子长得太快，到底好不好呢？那正常情况下，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下面的这2个禁忌，希望你都没有。第一个，运动前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第二个，饭后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欢迎收看本期内容。相信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南瓜被称为长寿菜，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具有解毒、保护胃黏膜、降血糖、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第一种，对南瓜过敏的人，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经常腹泻、恶心、想吐的情况，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第二种，体质湿热的人，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助长湿热，所以体质湿热、胃热炽盛的人，还有气滞中满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三种，皮肤出现感染的人，因为南瓜属于发物，而且南瓜性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若是上火比较严重，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也要忍一忍。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男性喜欢提肛，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脑梗发病时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
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等。那脑供血不足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每天做一做，血管通畅，大脑更健康。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先自然站直，2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五指用力张开，手肘弯曲放在胸前。当左手向前伸直的时候握拳，然后回到胸前，手掌张开，再换右手向前伸直握拳，这样反复的做100下。也可以双手一起向前伸直收回。这个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身体的泵血。注意做的时候，五指要用力的张开和握拳。做完放松一下手部。那这个动作对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作用。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每天做2到3次。如果你学会了，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吧。很多人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其实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如果你总感觉头晕目眩、记性越来越差、晚上失眠睡不着，这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那今天教大家2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动作1，经常晃晃脑袋，坐着站着都可以，将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就行。每天早中晚各做1次，每次做2到3分钟。这样晃脑袋可以放松颈部肌肉，加速血液循环，将血液输送到大脑，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一定的帮助。动作2，按摩脖子。先将双手对搓搓热，然后放在脖子2侧，来回的按摩就行了。也是每天按摩3次，每次3分钟左右。这样按摩脖子可以让颈部血管恢复弹性，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改善大脑供血。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3月。可是如果你整天昏昏沉沉、头晕头痛，还有失眠多梦、耳鸣、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就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这个方法很简单，伸出我们的双手，食指张开，微微的弯曲，然后用我们的指腹敲打头部，每次敲打100下，每天早中晚都敲打1次，敲打力度适中，自己感觉舒服就行。这样敲打头部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对改善脑供血不足以及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头痛、耳鸣、失眠等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注意敲打的时候不要用手指甲，敲打节奏可快可慢，每天坚持敲打，大脑更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整天昏昏沉沉、头晕乏力，还有耳鸣、记忆力下降的情况出现，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自然站立，2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举起来，手掌心朝上，放在头部2侧，然后踮起脚尖儿，同时双手手臂向上伸直，就像托着天一样。脚后跟落回地面时，双手手臂再弯曲回到头部2侧，这样反复做49下就行。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对改善肩膀疼痛、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效果。那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能让大脑更健康，身体也变少。尿酸超标的人排尿时有3种表现，若没有，尿酸控制的还行。
表现一：尿液泡沫多。若是体内尿酸超标，很可能会影响到肾脏。如果肾脏受损，那么尿液就可能会出现泡沫多，并且长时间不消失的情况。表现二：排尿无力。尿酸高会形成大量的尿酸盐结晶，若是堵塞在肾小管或者是输尿管，就会使人出现排尿无力的情况，并且还会有尿痛、尿量少的表现。表现三：夜尿次数增多。正常情况下，人的起夜次数应该是在0到2次，但如果有夜尿增多的情况，并且尿液颜色异常，就要留意可能是尿酸高引起的哦。得了，就唠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下期见，拜拜。